这个倒霉的男主赖能民金流一觉醒来，从普通男高中生变成了妹子。玩偶小虎告诉他变成了肯普法，戴上契约手环就会变身，而肯普法只有女生，所以契约的赖能变成了女孩。肯普法的任务是和同类白色肯普法战斗，而小虎是吊停者派来的天使。赖能气急败坏，他才不管什么肯普法，他可是男孩子呀。因为信息量太大，赖能倒在床上，小虎以为他睡觉了，飞回去就是一脚。等赖能再次醒来，发现小兄弟又回来了，顿时呢松了口气，以为昨晚只是在做梦，匆忙出门准备上学，正好撞见和自己一样凑过公交的沙仓风。一想到能和沙仓一起坐公交，赖能有些美滋滋。沙仓问起寄养在他那里的小虎玩偶，赖能才想起玩偶是沙仓送的。沙仓还看见他手上的手环，没想到这个时候手环突然发光。赖能突然想起小虎说手环发光就是要变身，他不想在沙仓面前变身。这个时候一旁的红发少女持枪走了过来，说赖能竟然是自己的对手。于是赖能趁着公交车一闪而过便逃跑了。不过红发少女很快追了上来，赖能不明白为什么非得战斗不可，但是面对红衣的子弹，他3、2下就窜到了路灯上。红衣说他不是做的挺不错的吗？这个时候沙仓追了过来，红衣抬手就要对沙仓开枪，赖能见状赶紧冲过去挡住了沙仓，手中下意识的放出了一团火球。红衣躲开了火球攻击，说赖能是魔法型的肯普法，但被火球打中的路灯却砸了下来。红衣还没反应过来，赖能就扑过去推开了他，但自己也被红衣压在了身上，他紧张的挣扎起来。女流氓！红衣看了他一眼，竟然有些不好意思，表示今天就先放过赖能。他离开后，赖能对沙仓笑了笑，拔腿就跑，却不知沙仓看着他的背影，默默红了脸。午休的时候，赖能基友找了过来，表示女子部那边有个女生找他。赖能以为是沙仓，基友说他想得美，那可是女生部的2大女神之一，真找过来，赖能会惹得群情激愤的。基友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拍照，还想请赖能的青梅竹马水琴帮忙拍照。水琴出国了，这段时间就快回来了。而来找赖能的女生是图书馆委员，看起来非常腼腆，不像是有勇气能进男子部的女生。结果一听这家伙的名字叫红英，赖能直接就傻眼了，这和开枪打自己的那个桀骜不驯的女生完全不一样啊！毕竟早上红英可是满嘴脏话，红英都要哭了。她变成肯普法之后，性格会180度大转变，她也不想说那样的话呀。红英说他们俩手环颜色一样，是队友。赖能了然，原来早上他突然放过自己是因为这个，但其实是因为赖能在危险情况下救了自己，而他们的敌人是戴着红色手环的人。这是他的玩偶腹黑兔说的。原来肯普法有3种形态，第一种就是红衣用的枪，第2种是赖能用的魔法，还有一种武器是剑。红衣是2年前突然能变身的。这红衣别看他现在性格内向，其实那脑子里就是一个黄色容器。他本来准备带赖能去拿书，结果书卡得太紧，不小心掉落。赖能为了保护他扑倒了红衣，但书却掉在了他的2腿之间。红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还以为他在耍流氓。这个时候学生会长三乡下出现了，他提醒2人图书馆内要保持安静，别部分场合的发情。赖能吓得赶紧解释，此时2人却发现手环在发光。因为莫名其妙的变身，赖能只能跟着红衣去女生部的天台。变成女生穿着短裙的他有些不习惯，红衣说变身的原因他还没搞清楚，变回去的办法最开始是随机的，后来5分钟左右就能回去了，也有好几天都没变回去的情况。赖能头都麻了，因为他现在特别想上厕所。好在有红衣的鼓励，赖能成功解决了生理问题。放学后，沙仓突然找到了赖能，并表示自己有了一个心上人，还说他是同校的学生。赖能心跳加速，莫非这个人指的就是自己？沙仓羞涩地说，今天早上那个人非常勇敢地救了他。想问赖能认不认识对方，赖能当场就裂开了，确实是自己，但怎么是女生版的自己啊？赖能只好去找红衣商量，他想让沙仓喜欢男生版的自己。不过红衣本来就对赖能有些好感，想说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听赖能说只有他可以商量了，红衣又有一些开心，2人一下就成了朋友。互相称呼名字的时候，上一秒还在高兴的红衣，下一秒就变成了肯普法红衣。一般变身只有自己想战斗，或者是附近有肯普法，这个时候攻击已经打了过来，红衣一看是剑，立刻让赖能跑，但自己却被打到了。好在这个时候赖能变身接住了他，然而2人互相做诱饵引出敌人，结果出现的竟然是沙仓。红衣以为他就是凶手，抬手就要开枪，吓得赖能赶紧阻止。赖能推了一把红衣，子弹避开沙仓，不过却把他吓晕了。与此同时，剑的攻击还在继续，沙仓果然不是肯普法，不过红衣宁愿沙仓是呢，
此时上课铃声响起，公鸡却消失了。莫非这个袭击者是个好学生？红英表示他自己也要回去上课了。沙仓该怎么处理交给赖能。于是赖能被一起昏迷的沙仓进入了女生部。要知道男生部那群学生一直想进女生部，两者之间还有一栋围墙，他们甚至还想过挖地道，但都没有成功。没想到自己用女生的样子混了进来，也不知道该悲哀还是该高兴啊。赖能把沙仓送到了女生部的医务室，回去后他看见水琴发来的旅游信，说自己马上就要来了。赖能在小虎那里确认了今天的敌人也是女生，赖能只是被调停者变成女生的意外，而且肯普法会陆续聚集，有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敌人恐怕也是他们学校的学生。赖能怀疑谁是肯普法的时候，他和红英突然被学生会长三香调走了。原来他是来问昨天负责图书馆的事情，两人都被他凶巴巴的态度吓了一跳。离开的时候，赖能见到了沙仓，他看起来十分高兴，不过身后的红英就不太高兴了。而沙仓找赖能是因为想认识那个帅气的女生。赖能看他可怜巴巴的眼神，一咬牙答应明天下午给他介绍过来。红英在后方有些着急，但赖能送走沙仓，却问红英有没有空来他家，并表示自家现在没人。这让在黄色世界冲浪的红英瞬间想歪了，他也是第一次到男生的房间。听说赖能是想问如何应付沙仓，红英赶紧从床上爬了下来。而这个时候小虎和小兔就觉得不如赖能的女生版直接跟沙仓交往呗，反正听说沙仓是校园两大女神之一，而且肯普法也没说过不能和女生交往呀。但是赖能想让沙仓喜欢男生版的自己，于是两个玩偶出主意，不如让女生版的自己被沙仓讨厌。可是赖能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小兔提议干脆现场掀沙仓的裙子。红英表示这样不行，这不是在奖励沙仓吗？于是第二天红英提醒赖能记得要跳昨天排好的呆呆舞，然后变身触发了赖能变身的反应。沙仓看见了赖能，下意识地问他的名字，结果赖能不小心把本名说了出来。沙仓说他的名字和自己的朋友很像。一听说自己被沙仓当做朋友，赖能很是开心。沙仓还把他约到天台，他在看夕阳，而赖能的眼中只有沙仓。沙仓问他有没有和人交往，还坦白说自己从第一次见面就一直在意他，就连昨天做梦都梦见了赖能，还问女生版的赖能和自己交往吗？赖能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然后又冲出门。红英说这个时候跳个呆呆舞就能被讨厌了。赖能心中虽然不想被沙仓讨厌，但也只能这么做。结果刚出门就发现沙仓不在了，原来是三香让沙仓先离开了。三香也直接说明了自己肯普法的身份，并且他还是红色的那一方。奇怪的是，他们三人的玩偶都是沙仓送的，也不知为何都变成了使者。两人眼看不妙，拔腿就跑。刚走到教室，三香就追了过来，两人很快就被逼到了死胡同。不是，学校怎么可能会有死胡同？消防部是干什么吃的？于是红英决定自己当诱饵牵制，让赖能趁机用魔法轰掉三香的脑袋。但是赖能根本不记得魔法要怎么用，眼看红英的衣服都被擦开了，红英也是危在旦夕。赖能一着急，终于放出了魔法球，但瞬间就被三香给切开了。好在这时赖能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于是他让红英先牵制学生会长。趁着这个时候，赖能用火球触发了校内的灭火警报。红英趁三香慌乱的瞬间便把他扑倒了，眼看他要开枪杀死三香，但赖能却打断了红英的攻击，并表示他要和三香做一场交易，要求三香以后不准伤害沙仓。三香答应了，但并没有剔除对手想法。原来三香也不知道肯普法为何要战斗，他之所以努力是想早日进入调停者的眼中，在那里获得战斗的真相。他告诉赖能自己不会再对沙仓下手，不过他也记住赖能了。红英不明白赖能为何不动手，但赖能隐约有种预感，一旦动手的话，作为肯普法的重要的东西就会消失。不过红英还是认可了赖能的战斗招式。第二天，赖能来到学校，就听说红英说会长找他。三香先是说沙仓似乎把昨天的事忘了，另外昨天的战斗爆发，传闻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美少女，他不想让大众知道肯普法的事情，于是决定让这个美少女真正出现，并告诉赖能他要转学到女生部。赖能觉得学校根本不会同意，没想到三香已经把手续给他办好了，而且还用手环把他的被动打了出来。赖能只能被迫进入了女生部。赖能就读的私立星铁学院，等会儿你和隔壁崩铁是什么关系？这个学校虽然是男女混校，但却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并且两边毫无沟通，而女生部可谓是男生止步的秘密花园。赖能的女生版很快就引起了女校众人的注意，他去的班级正好还是红英所在的班级。班上的女生们一下冲过来围住赖能，夸他长得真好看，声音也好听。红英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而这个时候沙仓却杀了出来，并表示自己是代替三香来照顾赖能，然后就把赖能给拽出了教室。沙仓告诉赖能，其实他撒谎了，因为自己其实想和赖能单独相处，并且一把抱住他就是一个洗面奶的动作，还说自己一直很想见赖能，并且干脆的表白了。赖能十分羞涩，眼看就要回报，但这个时候手环突然开始闪光，他只好先把沙仓推开，赶紧冲上天台，要是不小心暴露就完蛋了。
这到底是个 BG 还是个 GL 还是个 GB 啊？成分太复杂了。好在有红衣出现，赖能才稳固了变身。但因为他老是护着沙仓，气得红衣把他挂在了天台边。真男人一般都是自己给大家福利哈。赖能虽然回到了教室，但依旧是班级的瞩目，因为身材高挑丰满，外表帅气，女生们都把他当做了偶像。奇怪的是，红衣竟然不敢跟自己对视，班上的班长他们还会来搭话。这个时候，新闻部的部长找了过来。原来红衣和部长从小就认识，部长是想对赖能进行一个采访，转校生或者是复学的学生都会上女子新闻部，所以赖能也被迫接受了一个单人采访。部长的办公室里放着不少美少女的照片，然后在部长的审问之下挖出了一堆爆料，先是赖能休学的原因，然后又旁敲侧击试探出赖能被人表白过，并且还未与他人交往。结果第二天爆料，新闻部就声称赖能有百合倾向，以至于女生部的妹子们看到消息就冲向了赖能。班上他们甚至直接利用赖能开始见面会，并且狠赚了一笔。而且来见面会的妹子们都很奇怪，甚至班长还连他接下来的行程都安排好了。赖能拿出书包赶紧冲了出去，结果在体育馆那里被埋伏的妹子们绑了起来，对方还拿着毛绒玩具逗他，看，福利都是赖能给的，不努力就会沦为女生的玩物，还被人上下其手摸了个遍。喂，你们几个给我演4爱！赖能回到家，再次收到水琴的明信片，他正在逐步返回霓虹。赖能问小虎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变回去，再这样下去，他的贞操就不保了。难得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家长。好在这个时候红音找了过来，并且还带上了蛋糕。吃蛋糕的时候试图靠近赖能，不过一接近他就容易脸红。赖能看见红音嘴边还有巧克力，红音以为他是要亲自己，但这个时候赖能却提起了沙仓，说沙仓今天怎么没有出现，自己还没有好好回应他的告白呢。红音气鼓鼓地站起来表示要走了，两个玩偶都安慰他没办法，谁叫赖能很迟钝呢？第二天赖能来到学校，甚至有点怀念男生部了，还在思考要不要戴上假发混进男生部。这个时候班长他们已经冲过来准备拉赖能去开演唱会，赖能疯狂挣扎，幸好沙仓出现，并且他看了那个报道，表示这是假的，说赖能是会对心爱的人一心一意的人，然后带着赖能从人群中离开。赖能十分感动，来上学的三香露出了看热闹的笑容。午休，赖能和沙仓一起吃饭，赖能很感谢他的帮助。沙仓说他实在不忍心看到赖能被玷污纯洁，所以下意识地否认了那一篇文章。合着你对百合嫌疑不持否认态度啊？然后沙仓还喂了赖能一口饭，赖能觉得这样作为女生陪在沙仓身边也挺开心。这个时候三香端着餐盘过来了，还表示沙仓所谓的一心一意他也听见了，不过他记得赖能似乎在和男生部的一个同名同姓的男生交往。此时沙仓听到后拔腿就跑，赖能问三香究竟想干嘛，三香就说是为了他好。周围的女生听说赖能在和男生交往后，就感觉自己被背叛了，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被包围的赖能发现手环突然亮了，他只好拔腿就跑。刚躲到图书馆，红印就跑过来问他怎么两个自己在交往的事情，结果被逼得太着急，不小心摔在赖能身上。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沙仓看见，结果男生版的赖能竟然还和别的女生有勾搭。沙仓越想越气，直接放话女生版的赖能属于自己，他绝对不可能让给赖能。赖能变回后返回了男子部，一想到沙仓放出的宣言，赖能就头疼。结果从居友那里听说马上就到文化节了，每到这个时候，女校和男校的围墙就会消失。据说今年学校又重新选了校园女神大赛，而且这次女生部3大女神之一赖能也要参加比赛。赖能震惊的往后退，基友说是和他同名同姓的那个女生。对方复学之后，现在在男生部这边也很有名，被大家一致认可并入选了3大美女之一。看到这个消息，赖能立刻变回女生去找三香了，问他自己为什么会参加校花大赛。三香就说你现在不就是女生状态吗？赖能说他根本没办法控制。三香说他会让全校学生体验到校园生活，他认为这对赖能来说是最好的，并且还坐到桌上跟赖能聊起不论男生部还是女生部都很好奇的神秘美女，反而更容易激发学校学生们参加文化节的欲望。也就是说赖能被利用了。赖能理解他作为会长想让学校变更好的心态，可自己一个男生怎么参加校花大赛呢？更重要的是他不喜欢被瞩目，而且自己参加的话对认真准备参加比赛的女生不好吧。于是三江提出了一个交易，他撩开头发表示赖能如果能让自己舒服舒服就行了。于是赖能老老实实的给人家做起了推拿。三香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赖能这木头还是什么都没反应过来，这让三香都有点无语了。三香表示自己也是普通人，也会腰酸背痛。赖能很是惊讶，你这样还算普通人吗？他有些好奇三香小时候想成为怎样的人。
三香说他小时候想当个单口相声演员，可惜不太会说话，所以就放弃了。三香说赖能的手停下了，吓得赖能赶紧给他继续按，因为闭着眼睛，所以没能发现三香转过身。三香吐槽赖能可真大胆，这手都捂他胸口上了，那就赶紧弹开，并表示自己已经帮忙按了，能不能不让他参加校花大赛。不过三香却让他闭上眼睛，等赖能再睁眼就发现他都要亲上来了。三香说再等一会儿，果然这个时候红英就带着枪冲了过来。红英知道三香肯定在玩弄赖能，三香还表示赖能刚才摸到自己胸。红英觉得赖能这个呆子不可能，但刚才确实是意外。赖能有些心虚的移开视线，红英更加生气了。不过三香说上课铃声已经响了，他很期待赖能参加校花大赛，这是代替墙壁的维修费，还让赖能下次以男人的身份见他。玩偶们听说赖能被迫参加了校花大赛，顿时笑出了声，这家伙的人生和性别都被miss了呀！气得赖能把2个玩偶都丢进了垃圾桶。红英认为是自己打破墙壁才导致赖能翻车，眼下赖能也不得不参加比赛了，毕竟他们俩可是搭档。只是他真的不知道校花大赛该做些什么，上舞台他都不知道要做什么。红英提议他干脆还是准备一些衣服吧，因为变身是校服，所以内衣跟着一起换了。如果要另外准备的话，又得重新去买。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校服。玩偶表示可能是因为吊停者是制服控的，但是要买女孩子的衣服，赖能有些不习惯。玩偶表示你要是变身后没内衣穿就战斗的话，我也不阻拦。没办法，赖能只好拜托红英了。红英十分紧张地表示自己会好好学习。买衣服的时候，赖能就变成女生的样子，红英有些失望，如果是男生版的赖能就好了。红英表示先带着赖能去买衣服，然后陪他去卡拉 OK 练歌。结果就在挑选内衣的时候还遇到了三香。三香表示既然赖能要选衣服参加比赛，不如自己帮忙挑选一件。红英顿时表示自己才是帮忙选择的。三香却说他和赖能尺寸差不多，于是两人把赖能挤进了更衣室，还想教他怎么穿内衣。赖能面红耳赤，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反而还不敢直视。偏偏这个时候两人为了掩饰穿着过程，还争强好胜地脱了衣服。坏了，这下赖能真成玩物了，吓得他赶紧捂住眼躲开。三香表示接下来的行动他也要继续，还说赖能一定会很开心。原来三香已经把沙仓喊了过来，4个人一起去了卡拉 OK， 还怂恿赖能唱歌给他们听。玩偶都感慨赖能还真是越来越有女人味了。此时沙仓还问赖能要不要一起唱歌，眼看沙仓和红英就要吵起来了，于是3人提议不如他们3人现场，最后由赖能选择跟谁组队。好家伙，本来只是自己的危机，一下子就变成修罗场危机。三香觉得有意思，也加入了其中。他唱歌可厉害了，但沙仓也不简单，红英更是一个强劲的对手，氛围变得非常严峻，这让赖能想起了自己的青梅水芹。这孩子拿话筒也是不肯撒手的。这个时候3人还问赖能要选谁，赖能只好表示是平手。三星和红英松口气，表示要去厕所，而留下来的沙仓却眼巴巴地望着赖能。他说自己想要一个答复，希望赖能能告诉他。可这个时候赖能的手环又开始闪光了，所以他只好赶紧跑路，把 KTV 的门关上。好在这个时候三香先回来了，在赖能的请求下，变身触发了赖能的被动，这才稳固了赖能女生的状态。不过红英也赶了回来，听说沙仓在逼问赖能回答告白的事情，2个人立刻又吵了起来。他们不在的时候告白太狡诈了，于是沙仓决定参加校花大赛，在全校面前堂堂正正地对赖能告白，这样赖能也能回应他了。听到这里，红英也坐不住了，表示自己要参加并保护赖能。没想到就连三香也说自己要参加，3个人谁都不服输，只有赖能头疼了。文化节那天，女生们在后台准备的时候，一群男生穿着女装试图混进来，结果被治安维持部队的女子野外生存社团围住了。其他妹子们也在研发文化节的东西。赖能班上的女生听说赖能和红英要参加校花大赛，于是一窝蜂地冲进来替他们选衣服。赖能跟红英被迫换上了死裤水、比基尼、兔女郎、护士服、运动短裤、牛仔裤、国体围裙、猫娘女服装。赖能觉得自己的尊严一败涂地。班上的同学已经看爽了，我也看爽了。班长他们表示这些服装照片会很好的利用起来，然后让他们进入更衣室换衣服。合着早就有更衣室了呀。赖能本来想在更衣室里告诉红英沙仓是个好人，结果红英压根不想听。这个时候沙仓也找了过来，表示自己也要参加校花大赛，也想和赖能一起换衣服。红英咬牙切齿地说他不是班上同学，又表示赖能喜欢的是男生的赖能，沙仓没有竞争的资格。沙仓咬牙切齿说自己一定会让赖能回心转意，然后就被红英气得逃走了。红英表示他一定会保护好赖能的。
放学的时候，赖能离开教室，结果就在路上遇到了沙仓。他本来想趁此机会和沙仓搭话，修复关系，问他对文化节怎么看。没想到沙仓竟然哭了，还说自己想到了不甘的事情。他说红英总是黏着自己喜欢的人，莫非红英也喜欢对方？赖能觉得应该不可能吧，看起来像是朋友。他告诉沙仓，他喜欢的那个人应该只是在困惑，他可能还不知道被女生喜欢的滋味，所以他只能鼓励沙仓加油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啥在鼓励。沙仓却说赖能是个温柔的人，对自己的情敌还这么关心，但他也不会把喜欢的人让给赖能的。搞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没变的。三香看到了全程，赖能吐槽他究竟想干嘛。三香笑眯眯地表示，可能自己和小孩子一样，很爱戏弄某个特定的人吧。这家伙就差直接明说了。可惜赖能是个铁直男。文化节当天，赖能鼓足勇气前往后台，结果就看见穿着婚纱的沙仓。一瞬间，他们结婚现场都讲好了。一旁的红英和沙仓的氛围非常不融洽。此时红英身上穿的是西部牛仔裤，两人谁都不让谁。赖能只好找个地方坐下。三香说，受欢迎的男人可真不容易，告诉他如果不好好努力的话，小心变成红英和沙仓单方面的战场。作为罪魁祸首，赖能得负起责任。一旁的三香也决定换衣服了，赖能转身离开。三香说，都不打算留下看看吗？赖能，怕你们把我眼睛戳瞎。校花大赛的比赛开始，评选的观众和评委们一起决定。第一个登场的就是穿着男装的赖能，下方的妹子们看的裤子都废了。原本是要展示自己的特长，赖能本来打算用魔法表演一下，但主持人却说为了响应消防不能使用火。赖能吐槽，这个时候要响应消防了吗？就在他着急的时候，突然有玩偶飞到了人群中，沙仓堂堂登场，还穿着可爱的婚服。沙仓让他放心的交给自己，然后带着赖能演绎了一场内脏的故事，并且还上演了一场恋爱悲剧，并且当着全校的面开始表白，闭上眼睛主动向赖能索吻。就在赖能被热烈的气氛裹挟着准备 kiss 的时候，红音的一声枪响袭来，主持人赶紧播报，赖能同班同学的红音选择了弃权，出现的是另外一个神秘的红发美少女啊，其实就是红音变成了肯普法之后。赖能赶紧把沙仓护在身后，红音问赖能是不是想和沙仓亲亲，赖能解释为火，只能抱着沙仓躲开子弹，结果肩膀的衣服被子弹擦开了些，被赖能抱着的沙仓觉得非常开心。他刚把沙仓放下来，红音再次开枪，赖能躲子弹脚下一滑，不小心扑倒了红音，下方顿时响起了欢呼声，快亲啊，愣着干嘛？不过红音先把赖能给推开了，而与此同时，赖能身上的衣服线终于撑不住裂开了，然后主持人配合的说，原来王子竟然是个女孩。下方响起此起彼伏的拍照声，天啊，这个剧情简直太成功了！原来这一切都是班长他们设计的。就在红音准备继续对红音下手的时候，三香扮演的勇者堂堂登场，并且直接把斗篷披在了赖能身上。红音和勇者三香展开了一场对决，为了不让局面更加糟糕，三香直接扔出武器，把三个人都砸晕了。三人倒下后，三香自然而然成为了胜利者。等赖能再次醒来，就发现自己恢复了男儿身，并出现在更衣室。赖能觉得三香是故意折腾自己，但这家伙确实帮自己脱离了困难，他只能小声说一句谢谢。没想到三香却说这还不够，并且直接亲了赖能一口，甚至还拉了丝。赖能直接愣在了原地。三香还想提醒他不要让红音知道，除非赖能现在就想死。赖能捂住嘴，妈呀，初吻没了。与此同时，青梅水琴也从文化节离开，他还疑惑怎么没找到赖能，结果就在门外捡到了一只狗狗玩偶。赖能梦见和沙仓亲亲，却变成了三香，顿时发出了惨叫，并从梦中醒来。但他就闻到了一股浓厚的咖喱香味，结果他就发现门被敲响，水琴推开门，竟然还是国体围裙。他表示文化节那天自己就回来了，不过那天他并没有找到赖能，而且进门的时候还直接撬锁的。这家伙根本就不穿衣服，吓得赖能赶紧把睡衣脱下让他穿上。回来的水琴和赖能一起前往学校，结果被红音发现，并且死死盯着两人。然而当红音靠近的时候，水琴却先认出了他，两人对视一眼才发现竟然是以前的邻居。红音的这俩人是青梅竹马，刚才还一起吃饭了，他整个人都大受打击，如同晴天霹雳，转身就跑路了。水琴问赖能在和红音谈恋爱吗？赖能摇头。于是水琴又问赖能和同名同姓的女生是怎么回事。他在文化节也看到了女版的赖能，有些好奇两人之间的关系。赖能表示没什么关系。水琴问赖能是不是还喜欢沙仓，赖能有些不好意思。水琴说他可以主动出击，现在主动的男生都比较受欢迎，但赖能觉得这样就足够了。水琴表示没关系，之后他会鼓励赖能，并且每天给他做咖喱的。此时赖能的手环突然响了，在哪里？于是他赶紧握着手环，说自己有事要先走一步。但其实水琴也有事想告诉他，
他手上装着的就是一个玩偶。赖能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变身，他还是没办法好好控制自己。没想到上学路上却被班长给逮住了。原来今天是文化节的第3天，赖能还要做准备参加班上的女仆咖喱厅活动。所有人都是长裙，只有女生被迫换上了短裙。赖能还是他们班上的摇钱树，被指明的话价格会更高。赖能见到的第一位客人就是他的基友。基友本来想和他搭话，但其他妹子端来了一杯咖啡，他喝了一口，当场就腹乳绞痛跑路了。此时的班长告诉赖能，来了一位 VIP 客户。赖能一抬头发现来的竟然是学生会长三香。三香特意指明了赖能，并且付了更多的钱，于是三香入座 VIP 座位，赖能还得坐在三香身边陪客。发现赖能不吭声，三香叹气，还真是冷淡的女仆呀。此时三香表示时间快到了，应该马上就会有新的肯普法出现。赖能问他有看到新人吗？三香说有可能，但目前还没有见到，但是肯普法有互相吸引的可能，只是不知道这次来的是敌是友。之前赖能还问三香，沙仓送的玩偶是不是都会变成使者？他觉得赖能的想法是正确的，但赖能却不觉得沙仓是会做出那样事情的人。三香说赖能果然很喜欢沙仓，他说自己在这里约了其他人，然后赖能就发现沙仓出现了。校园3大女神同台，越来越多客人涌入了其中。沙仓非常喜欢女版的赖能，觉得他不管做什么都很完美。三香也配合的表示赖能确实适合换装，甚至可以换上魔法使的衣服，如果能使用魔法就更好了。他已经开始旁敲侧击的试探沙仓了，不过沙仓看起来似乎并不了解。三香还告诉沙仓，他现在是主人，可以使唤女仆哦。于是沙仓膝盖的看了一眼赖能，三香还怂恿不如来接吻吧。于是沙仓露出了兴奋的表情，其他人也纷纷掏出相机想拍照。三香说反正也不会掉块肉，毕竟他对这种事情不是很在意。不过比起人多的地方，他更喜欢人少的地方，比如更衣室之类。当然对象是比自己年龄小一些的男孩子会更好。这话就差点直接暗示赖能了。而此时沙仓眼巴巴地望着赖能，请问他有没有接吻的服务？虽然他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想和赖能贴贴。不过赖能很羞涩，表示如果可以，还是希望有别的服务，除了 kiss 之外，什么都可以。这话说不得，小心挨绝。于是沙仓提出和赖能约会，之后两人一起逛了文化节。不过路上沙仓遇到了同班同学，就在赖能吃冰淇淋的时候，发现人群中有一个白发少女在看自己。此时沙仓招手让他一起去鬼屋，于是两人刚进去，赖能就被沙仓牵住了手。奇怪的是，突然有公鸡飞了过来，赖能还疑惑是怎么回事，他猜测可能有新的肯普法出现。沙仓被鬼吓得惊叫连连，赖能一直在后方躲避攻击，但很快就看到一个红色的手镯，并立刻追了上去。沙仓刚叫几声，就发现赖能不见了，于是他表情一变，完全不恐惧这些东西，反而跑出去找赖能了。赖能追到外面，却发现白毛少女跳下了楼，赖能赶紧追了出去。白毛少女却说他们的蓝色肯普法好弱，没想到女版的赖能竟然也是肯普法。赖能本来想和这人谈谈，但白发少女却说她看女版的赖能很不爽，然后立刻发动了攻击，赖能立刻就躲开了。白发少女说自己游遍全球，实力可不弱。此时赖能突然意识到什么，他刚想叫出白发少女的名字，结果在这个时候红英赶到了现场，两边立刻打到了一块儿。赖能阻止未果，扔出了魔法球，幸亏三香也来了，并且立刻捆住了白发少女。白发少女他们明明是队友，三香让赖能和红英解除变身。白发少女惊讶地看向红英，然后赖能的变身也终于解除了，于是变成了穿着女仆装的男人。原来这个白发少女就是赖能的青梅竹马水琴，她之所以对女版的赖能动手，是被报纸给影响了，真以为他俩在谈恋爱。恢复了的水琴吐槽赖能也太乖了，明明是男生却变成了女孩子，还想走百合线，还穿了女仆装，这句话简直刀刀致命。赖能大受打击，但两方却停止了争斗。三香表示他打算调查一些事情，他提醒赖能是不是忘了沙仓。赖能猛然回神，赶紧去天台找到了沙仓，解释自己刚才有点事儿。沙仓很难过，刚才不是约好绝对不能放手吗？赖能表示自己什么都愿意做，希望他能原谅自己。于是沙仓便邀请他来自家过夜。赖能早早换上女装，他很高兴自己能收到沙仓的邀请，现在也能随意变成女孩子了。结果一开门就发现三香和红英都在。红英觉得三香想单独把赖能拐到家里去太狡猾了，所以两人干脆决定一起去。赖能叹气，他好不容易得来的独处啊。赖能怀疑三香有什么计谋，但三香说他其实想确认一件事情。三人来到沙仓家，这才发现对方是个千金大小姐。据说沙仓父母都是外交官，常年在海外。沙仓看见另外两人也毫不意外，邀请三人进门。赖能发现这屋到处都是玩偶，
而沙桑还拿出了一堆 Parky， 表示大家可以一起玩游戏。两人同时从饼干两头开始吃。红英一想到可以接吻，立刻就答应了这个玩法。沙桑假公济私，表示自己和赖能先演示一下，被红英赶紧打断，现在开始抽签。结果红英跟三香抽到了一块，虽然红英百般不愿，但还是照做了。但他哪里是三香的对手，很快饼干就吃完了，红英还被摁在沙发上亲得满脸通红。一旁看热闹的赖能和沙仓也脸红了，不过三香表示他更喜欢和男生 kiss， 然后若有所指的看了赖能一眼。之后的抽签，红英抽到了和赖能一块，沙仓非常不爽，但红英一边嘴上说自己并不在乎，一边又叼着饼干凑到赖能面前。沙仓眼睁睁地看着红英比刚才主动多了，两人手都握到一块去了，但赖能却主动咬断了饼干，表示自己输了。红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赖能说因为红英有更适合的人，毕竟这种游戏和男友一起玩会更好。红英失落不已，这笨蛋完全没察觉啊。于是沙仓提出继续重来，可是他不管怎么画都没办法和赖能轮到一块，于是干脆直接放弃了这款游戏，然后带着赖能看自己放玩偶的房间。三香问他喜欢这些玩偶里面的哪一款，沙仓举起一个黑乎乎的火行狮，说这是藏区玩偶中的原型，就是他中学偶然间在店铺中发现并买下的，因为他和想象中的狮子很像。沙仓小时候曾有当漫画家的梦想，当时尝试画一只狮子，和这只玩偶几乎一模一样，他觉得这或许就是命运了吧。而此时水芹竟然也找到了这里，还特意带来了自己特制的咖喱。到了晚上，沙仓想把赖能留在这里住，本来红衣是不同意的，但这个时候三香趁乱把咖喱泼在赖能身上，然后又问沙仓借了浴室，沙仓顿时就露出了笑容。一旁的红衣也不想阻止了，赖能进入浴室也看出那明显是故意的，但是他不知道三香究竟想做些什么。不过衣服脱到一半，他突然想起要变成男生，因为看到女生版本的自己，他还是会有些不好意思。没想到这个时候沙仓突然探头，他说如果不喜欢橘子味的香波还有肥皂哦，妈呀，不搞橘就捡肥皂是吧？赖能本来想变身，结果发现沙仓不停探头，于是怀疑沙仓可能想看些什么，要是自己突然在这里变回男生，未来可就完蛋了，所以他只好以女生的身份去洗澡。可是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搓，而且意外发现这具身体的身材是真好啊。不过洗到一半，他就是发现沙仓竟然也进来了，而且还在外面开始脱衣服，不过脱一半就被红英给逮住了。沙仓表示他要帮赖能搓澡，此时水芹也加入了其中，三个人纠缠到一块儿，谁也没能进去。只有三香趁着这个时间找到了黑狮子，但晚上睡觉时众人还在抢被子，赖能一点没意识到自己很受欢迎这件事儿。最后因为谁都抢不到中间的位置，所以赖能被单独隔离到了玩偶房。仔细一想，这里面的动物内脏露出的玩偶，这么一看还怪恐怖的。不过赖能一想到自己能睡在沙仓家就很开心，结果一不小心变回了男生的身体。今天这个时候沙仓还来钻被窝了，赖能吓得赶紧把睡衣裹在身上。沙仓说好不容易有独处的机会，还从后面拨了赖能的睡衣。赖能眼看他手要摸到自己贫瘠的胸口了，吓得赶紧弹起来。好在这个时候红英也来了，他一开枪就把沙仓给吓晕了过去。赖能赶紧变身挡住了他剩下的攻击。红英本来鼓起勇气想说自己为什么生气，结果就在他脸红的时候，另一个肯普法少女出现了。这次来的人是带着白色手环，好在三香挡下了他的攻击，并表示那家伙终于开始行动了。赖能很愧疚，把沙仓卷了进来，但三香却说真正卷进来的人恐怕不是沙仓。其实三香也非常在意两人在被子里干了啥，不过赖能说啥也没发生。三香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在吃醋了。从沙仓家离开后，三香竟然要约赖能约会。赖能以为他是想和自己商量白色肯普法的事情，结果新闻部的部长听说了这件事儿，而这个时候的赖能可还是男生版。这个消息传出去后肯定要完蛋的，毕竟三香可是校园女神之一。三香表示没关系，完全不用担心。此时新闻部部长也觉得自己可能听错了，不过赖能以为只是商量白色肯普法的事情，但是小虎可不这么觉得。约会当天，三香心情看起来好了很多，甚至还准备了便当，早早洗漱，拎着包出门了。赖能提前到了地点，毕竟他害怕被三香打一顿，他还是认为是商量白色肯普法的事情。不过三香咬死了，说这就是约会，毕竟两人去的地方还是游乐园。可赖能这个笨蛋一直以为是三香故意演出来的，还怀疑他们是不是被人监视了。三香说如果是自己的男友早就该调教了。赖能表示自己才不会变成三香的男友，小伙子有时候话不能说太早啊，不是男友没关系，可以变成女友嘛。三香是真心想和赖能约会，
结果赖能满脑子惦记的都是白色肯普法。不但如此，他还觉得要是约会应该和沙仓一起来。这哥们儿是真的愿意吊死在一棵树上啊！之后三香还告诉赖能，约会买点礼物可以做纪念。赖能怕被打，然后就去买了。出去的时候，三香还挽住赖能的手，可赖能一直觉得是肯普法在监视，三香才不得已做出伪装。救命啊！有谁来捶一下这个直男一顿吗？但是赖能觉得，如果是为了防备女友，为什么不变身呢？三香说自己倒不介意赖能是男是女，只是今天约会赖能必须得保持男生的形象。听到赖能肚子饿了，三香还拿出了便当，出乎意外的是味道还不错。看着这么和平的街道，赖能感慨，要是来的是沙仓就好了。三香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并不生气。不过三香还得投喂赖能，他吐槽简直就像恋人一样。不过三香说这不是像，这就是在约会。可惜赖能根本 get 不到啊。此时三香问赖能为何喜欢沙仓，赖能说因为沙仓长得漂亮。可是水琴和红云也不难看呢。赖能说了半天也说不出来。他说因为沙仓就是沙仓呀，而且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三香似乎有些理解，但赖能觉得沙仓就是他看到那样的人。三香欲言又止，他想起那个白色肯普法，似乎有些想说沙仓和肯普法之间的关系，但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来。最后还是聊起白色肯普法的事情，就是除了红蓝之外的第三方势力。三香一直想理解他们战斗的原因，虽然不知道调停者是什么，但他并不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需要知道战斗的理由。可红蓝并没有战斗，所以等得不耐烦的调停者出现了。那个调停者很有可能就是白色肯普法，这对三香而言也算是复仇。他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结果三香正在和他说自己的事情，结果转头就发现赖能要睡着了。三香好奇赖能究竟是在梦沙仓还是自己。此时赖能梦见自己在和女友约会，但是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记得梦里好像是在接吻。结果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躺在三香的膝盖上，他感觉自己的嘴好像被亲了一下，但是又不确认是不是真的。三香表示下午就先回去吧。结果等了一天还是没等到敌人，可惜铁直男不管怎么暗示他都不明白女生的心意。三香本来想说赖能可以去他家住，这个时候水琴突然飞过来踹飞了他，说自己找了一天，却发现他跟三香在一起。赖能表示这是为了引出白色肯普法，不过水琴根本不相信，于是赖能拜托三香解释一下。三香说他们刚刚就是在约会啊。水琴差点就把赖能给掐死了，你不是说除了沙仓之外对别人没兴趣吗？尤其是三香根本就不解释，还说今天留下了一个好回忆。水琴觉得这他妈就是约会，直接给了赖能一拳，哭着跑了。小虎觉得赖能过了一个跌宕起伏的人生，赖能觉得三香简直是在整自己。没想到这个时候红衣也赶到了现场，还问两人是否真的约会，为什么会约会。赖能说自己被会长骗了，要知道他可是真心喜欢沙仓的。红衣更加不解，沙仓有那么好吗？赖能现在可受欢迎了。红衣问他，除了沙仓之外就没有喜欢的人吗？赖能在满脑子都是沙仓的缝隙中看到了红衣，结果红衣听到这句话瞬间激动起来，一不小心就完成了变身。红衣兴奋的开枪扫射房间，表示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三香他们。黑化的红音表示，你竟然和三香约会了，也得和我约会。被枪抵着脑袋的赖能只能答应了。而此时赖能还是不明白水琴为啥会哭，而且红音为啥会高兴，死直男拖出去杀了。一想到要约会，红音就十分高兴。兔子还给他出了主意，一定要拿下赖能。不过红音觉得赖能恐怕没有那么主动，兔子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结果红音当场就黑化了。几天后，红音把男生版的赖能约到了主题公园，两人准备在这里玩一天之后过夜再回去。一想到白天可以玩，晚上看烟花，还能一起住酒店，红音顿时就兴奋了起来。却没料到三香和水群也在附近，而且他们还把酒店定在了两人旁边。红音都没想到三香还能抢到酒店，三香说有特殊手段，不细说了。一旁的赖能看起来十分无聊，没想到这个时候水琴把沙仓给拽了出来。如果说赖能一心惦记沙仓，那么此时的沙仓却一心惦记着女版的赖能，还表示绝对不会把赖能让给男版的他。众人来到泳池旁边换上泳衣，三香红音他们穿得非常性感，意外的发现赖能露出了着迷的神色。刚想高兴，却发现赖能的视线在看沙仓。沙仓看过来时，他又恢复了原样。不过沙仓一直在问女版的赖能在哪里。三香表示他一会儿会过来会合。赖能问沙仓要一起游泳吗？沙仓说自己并不会游泳，让赖能慢慢玩，自己跟着三香跑路了。
水琴和红音便凑到赖能身边，赖能看着三香十分羡慕，之后还把水琴推下水的红音拉了下来。三人正好聊起三香的事情，沙仓听说赖能和三香关系很好，顿时就高兴起来，巴不得赖能和三香打好关系，这样他就不会再对女版的赖能下手了。此时赖能已经被三香他们包围了，三香告诉赖能他们要去接人，恰巧这个时候有3个女生正好路过沙仓身边，三香不知道4人有视线交汇，赖能还以为那是沙仓的朋友。赖能被三香带走，被迫变成女生回来了，他都不知道该挡哪里，觉得女孩子穿成这样太厉害了。此时沙仓兴奋地凑过来，拜托女版的赖能教他游泳。赖能表示男版的他也可以教呀，不过沙仓却说他和男版的赖能关系不好，只是普通的初中同学而已，在一起光是找话题就很累了。赖能感觉心都碎了一地，但他还是带着沙仓游泳了。没想到沙仓趁乱一把抱住赖能，结果赖能被沙仓和红音团团围住，一回头就看见水琴在吐舌头。此时三香也加入了战局，然后把赖能给拽出去买东西了。结果赖能意外走到了员工通道，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绿发少女，他表示自己想出去一下，没想到绿发少女竟然是白色肯布法。不但如此，他的2位队友也都是白色肯布法。3人联手把赖能抓了起来，并表示他们这次来是调停者想见他。结果这个时候红音赶到现场，开枪差点把赖能的小兄弟打穿，幸亏他现在是女生形态，没那玩意儿。本来3人觉得3对2应该有胜利，没想到三香绕后包围了他们。不过3人见势不妙，立刻放出闪光弹跑路了。水琴没有过来，三香说想留在沙仓身边，赖能以为是留下来保护沙仓，不过三香却若有所指的说应该是监视。赖能和红音返回了酒店，他已经累瘫在床了。刚才去问沙仓的时候，对方只是在意女版的自己说女版的自己回去后人看起来都快哭了，他只好谎称等会儿烟花大会还会回来。一抬头就看见了红音非常不爽，赖能心虚的移开视线，结果一抬头发现小五他们刚泡完澡回来了。赖能只好把这些孩子们给拧干，然后问他最近有没有联系调停者。网友们纷纷表示没有。此时水琴打来电话，让他们在烟花大会之前先在房间玩，结果赖能一回头就看见红音躺在床上，于是他赶紧开溜了。结果众人在等烟花的时候，三香突然奇走险招，先是对赖能表示出好感，沙仓兴奋的试图撮合2人，赖能尝试解释，但是没能成功。尤其是三香还爆出他们俩在文化节接吻，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又亲了赖能一口。此时红音终于扛不住打击，晕了过去。赖能更加难过，怎么能当着沙仓的面 kiss？ 没想到此时小芳突然叫住赖能，让他和自己一起出去。赖能看起来像失了智一样同意了。三香越发觉得奇怪，而沙仓竟然表示要和赖能一起去看烟花。赖能看起来像是被控制了一样，跟着沙仓离开了。赖能毫无意识地跟着沙仓离开，外面的烟花已经开始了。红音再次醒来就发现三香在旁边，他刚才差点就以为三香是赖能，并且亲上去了。不过转念一想，三香刚才跟赖能 kiss， 自己也算是间接性接吻了吧，不过没有成功呢。三香觉得赖能跟沙仓一起离开，但沙仓如果不是女生版的赖能，肯定不会和他亲近。于是3人决定出去找找赖能。但红音听说水琴还和赖能一起洗过澡，顿时发出了嫉妒的声音。于是三香只能自己一个人出去找人。赖能回过神就发现自己和沙仓在草坪上，他总觉得这个沙仓看起来不对劲，为什么现在只有他们2个人？他明明想说自己不害怕沙仓，可是面对这样怪异的沙仓却莫名恐惧。而此时沙仓还问赖能怎么看待三香。这个时候三香以及红音他们还在找赖能，2人觉得三香一直都是很强大的竞争对手，毕竟长得又漂亮，能力也很出色。再看水琴又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过红音想起自己问过赖能，除了沙仓之外他还更喜欢谁。赖能当时说了他的名字，于是3人决定分头去找赖能，因为怕再待下去就要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了。此时赖能还在回答沙仓的问题。三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如果交往的话肯定是不二人选。没想到此时沙仓却在暗示赖能和三香在一起，还表示如果是赖能的话一定可以推倒三香，还能让三香变成一个颓废的人，因为他不想让三香妨碍他们。赖能本来想拒绝沙仓的话，没想到这个时候沙仓却舔了他的耳朵，并表示如果能废掉三香，他就可以奖励赖能，并且通过眼睛控制了赖能的神智，眼看就要催眠成功。这个时候变身的水琴突然杀了过来，并且触发了赖能的被动，变成了女孩。赖能猛然回过神，可是一回头发现沙仓已经消失了。他并不觉得自己和沙仓约过会，而且水琴和红音都瞄准了自己，觉得他偷偷溜出来跟沙仓一起约会，准备狠狠地惩罚他。
就连三香也杀到了赖能身后。三人狠狠地收拾赖能一顿，并回到酒店。奇怪的是，沙仓竟然已经回来了。他说自己在酒店迷路，没能看到烟花。赖能问他刚才是否跟自己一起去看烟花了，可是沙仓却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儿。于是赖能告诉三人，你看没有那回事吧。赖能回到房间，本来打算洗漱。小虎问他刚才看烟花怎么样，赖能说他好像出去了，但是什么记忆都没有。红衣把门一关，表示赖能和水晴还有三香都有那么好的关系，自己难得邀请他，也想和赖能 kiss。赖能顿时就脸红了，眼看两人就要亲上了。小虎表示要看电视，红衣气的把自己裹进了被窝里。而此时赖能突然收到了三香的电话，说要去女子浴室泡澡。赖能本来想拒绝自己为啥要去那里，但却听到三香说沙仓也要过去。红衣听到后立刻表示他也要去，然后不容赖能拒绝的把他拽到了女子浴室。赖能裹着毛巾进来，顿时就害羞了。没想到这个时候沙仓却扑了过来，并且在后方抱住了赖能。赖能被三个人围着，狠狠摸了一把女生版的身材。而三香在赖能逃脱的时候就问他刚才在酒店外发生了什么。赖能说自己也不记得了，回过神就在看烟花了。此时他的眼神已经失去了焦距。而这个时候沙仓也来到了温泉。三香起身表示要先走一步，沙仓去看了一眼赖能，提醒他不要忘记约定。然后赖能就跟着三香去了房间，沙仓还拦住了红衣他们。而此时赖能听从命令推倒三香，三香不但不反抗，反而还一点点试探出了赖能的不对，并且成功用接吻唤醒了赖能的神智。得出赖能是被沙仓命令后，直接把他敲晕了。他这个人还是有点尊严的，不想因为别人的命令和赖能发生点什么。不过又觉得这次机会错过了有点可惜，于是他亲了亲赖能，约好下次继续。另一边沙仓也察觉到赖能在挣脱控制，吐槽男生果然是没用的东西。而他房间床上还有另外4个妹子，好家伙，沙仓原来是女童啊。4人一直都非常崇拜沙仓。第二天，赖能捂着头疼的脑袋，只记得昨天过得非常糟糕，但几乎没有昨天的记忆，只是看到三香的时候突然愣了一下。没想到就在离开时，沙仓突然拍着三香的肩膀，说他那无聊的尊严抛弃不就好了。三香立刻感觉不对，但沙仓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不过三香却已经盯上了他。赖能被三香邀请去了他家，三香父母是企业家，也是常年在外。而这次三香把赖能叫出来的同时，也拿出了在沙仓家找到的黑狮子玩偶，并且几巴掌就把黑狮子给抽醒了。赖能意识到这个黑狮子也是使者，三香说这或许是最初的使者，并且要求黑狮子说出为什么要把他们变成肯普法，还要求他们互相厮杀。黑狮子表示，如果他们不战斗，调停者就会很头疼。原来在很久以前，遥远的另一个宇宙内存在着2股互相争斗的势力，那就是红蓝双方，而白色存在于中间，也就是所谓的调停者。调停者想到了一个解决争端的手段，那就是从另外的宇宙里挑选出红色和蓝色的战士，让他们互相厮杀，所以这就是肯普法。不论红或是蓝，胜利的一方将会成为另一个世界的胜者。也就是说，赖能和三香他们只是在打代理战争，但赖能他们和另一个宇宙毫无关系，凭什么要求他们卷进来呢？黑狮子表示，因为不是调停者决定的人是无法成为肯普法的。黑狮子说到一半就睡了过去。此时三香提醒赖能，别忘了黑狮子可是沙仓的宝贝。赖能这才反应过来，沙仓很有可能和调停者有关。究竟是调停者盯上了沙仓，还是沙仓反过来盯上了他们呢？三香说沙仓肯定已经意识到黑狮子失踪了，但是他什么都没说，而且在泳池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三香把赖能带到了房间里，并把赖能推到了床上。在接吻的瞬间，赖能陡然想起在泳池的记忆。赖能明白沙仓干了什么事，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沙仓要针对三香。三香说，因为他忤逆了调停者的意愿，他不愿意接受调停者的摆布。而他还有一个学姐，那是他1年级时遇到的一个学姐，当时他也成功的成为肯普法，对方教会他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学姐输给了蓝色的肯普法，所以他这也算是对调停者的复仇，所以他想联合红蓝方的势力一起和调停者战斗。他希望赖能能加入自己的队伍。赖能了解到了这些事情后犹豫了一下，决定去找沙仓确认，但他又不知道确认后该做什么，几番纠结被路过的人当做了神经病。最终赖能还是鼓起勇气去问了沙仓，不过沙仓直接就坦白了，并且一个眼神就让赖能变成了女生形态。沙仓表示自己可讨厌男人了，
他想让赖能永远保持女生的样子，并以此催眠了赖能。一开始他是想拉拢三香听自己的话，结果现在他决定让赖能去干掉他的朋友，并且还亲了赖能一下，表示赖能如果能打败三香，就给他更多奖励。水清和红英同时被赖能叫到了天台，两人怀疑赖能想脚踏两只船，没想到来的竟然还有三香。三个人一同抢往了天台，但三香已经预感到不对了，所以三人在攻击袭来的瞬间就完成了变身，而袭击的人正是白色的肯普法。四人只要打败他们就可以获得奖励，于是四人立刻冲了过来，结果瞬间就被红衣和三香放倒了。没想到此时赖能也出现了，他抬手就对三人发出了攻击。三香立刻意识到赖能是被控制了，还没等红衣问出是谁控制的赖能，此时赖能再次发动攻击。红衣决定配合三香先压制住赖能，没想到此时沙仓却拿着刀出现了，并且他用枪抵住了赖能，还嫌弃另外四人派不上用场，等会儿要狠狠地调教他们。你小子也要开后宫呀？三香认为沙仓并非肯普法，沙仓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瞬间就打晕三香三人。等到晚上三人醒来后，红衣问他是不是吊停者，沙仓没有回答，而是说起了三香学姐的事情，还说三香他们是吊停者预料之外的搅局者，他们还打算要对付吊停者，所以他才需要把4个人打败，而另外4个女生是他创造出来的，既不是红组也不是蓝组，而是白色肯普法，这是专门为了打败他们而创造的。水晶问他要怎么对待赖能，沙仓表示当然是让赖能成为他的伙伴呀。虽然他不喜欢男版的赖能，但女生体态的赖能他超爱，而且正是因为三香才让红组和蓝组联合，而这里面关键人物就是赖能。如果赖能选择变回男人，就是三香他们赢了；如果赖能选择变成女人，就是沙仓赢了。他表示没有现在就打败三香，是准备让赖能亲自来动手，因为谁让赖能是他的好亲友呢？而且赖能手中的魔法正在蓄力，眼看他就要发动攻击，赖能就看见他送给三香的吊坠，他愣在了原地。沙仓说你不是要奖励吗？结果赖能回头表示他不需要奖励，他坦白自己喜欢沙仓，但是并不会去帮助沙仓，因为他感觉到帮助沙仓会失去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准备开后宫路线。于是沙仓决定直接把赖能打到选择他。没想到此时三香他们已经挣脱了控制，而得到认同的三香他们瞬间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甚至把衣服都撕裂了。沙仓也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此时玩偶他们也赶到现场准备帮忙。面对这样强大的力量，沙仓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一行人瞬间就被抓了起来，还遭到了暴衣攻击。此时沙仓还想利用赖能的喜欢，让赖能帮助他打败三香他们，但赖能说自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变身当场解除。沙仓因为恐男，吓得赶紧把他推开，并且带着其他几个队友撤离了。不过他早晚会让赖能选择变成女生。三香凑过来亲了赖能，另外2个人也不甘落后，赖能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迫开了后宫，赖能自己都没回过神来。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白爆肝队4号机，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